史是由现在和过去不断对话交织而成的。早安晚安，我是 Luke， 欢迎回到世界史系列。在这个系列里，我会跟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单挑历史。这一次是。邀请到黄明志来一起单挑马来西亚史。平常喜欢历史吗？都在睡觉，上历史课都在睡觉。电影还是歌曲都跟马来西亚很有关，所以你应该很了解马来西亚的事情吧？有时候也是要找资料了，你没有压力嘛？可是我错不行，真的。所以你才戴墨镜嘛，让大家看不到你的表情，就看不到我作弊的脸。来吧，马来西亚史。来啊，来啊，开始。第一阶段基础题，时间内写白板答题，答对一题得1分。第一题，在台湾的大学里，常常可以看到大马华人的踪迹。请问，为什么那么多大马华人要出国读大学？顾打字是什么意思啊？顾打字是英文翻译的 quota， 台湾叫保障名额，马来西亚保障名额给土族70%的保障名额，所以华人很难上到国立大学。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学校叫独中，独中是独立中学，是不受政府承认的。可是台湾政府承认那张文凭。当地的华人都主要是读独中？没有，大部分都不是念独中，因为独中要缴学费啊。我们念书是免费的。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比较分辨不太清楚马来西亚人跟马来人跟大马华人的差距，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马来西亚人就是代表全马来西亚的人民，就叫马来西亚人。那马来西亚的缩写是大马，对不对？或者你们有些人叫马国也可以，可是大马比较多人叫。马来人是一种种族，所以他们的种族叫马来族。基本上我们在马来西亚说，他是马来人，就代表他是那个马来族的人。马来人是不是有比较优惠的待遇啊？就各种啦，做生意啊，比如说你要申请什么公司，里面一定要有马来人之类的，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那边就会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就讲你不用念书，你都可以上什么国立，就是前几名的大学啦，你不用念啦，这样他没得上国立大学，那你可以上，就有很多这种事情。那我来聊点开心的话题。好，你在铭传快乐吗？快乐，当然快乐。我们铭传大部分都是女生，跟你们公司一样。第二题，15世纪郑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请问郑和下西洋让马来西亚形成了什么文化？你不太会写那个字，我怕写错。我也不会写。是这个吧？娘惹。巴巴妞娘。这个文化有什么特色吗？除了那个娘惹糕啊，这个文化非常奇怪，就是他们一个中文字都不会讲，可是他们过年会贴春联，然后他们用筷子吃饭这样，可是他们做的菜也不算是中餐，是混搭的一种，就用当地的美食自己研发出来一种美食，我们叫娘惹餐。去马来西亚旅游一定要吃的东西。好吃吗？只能说很特别。第三题，在马来西亚吵架时，如果骂对方是猪，会引起严重的争议，为什么？你最近是不是也有一部电影叫《你是猪》啊？对啊，这是帮我打戏，可是我戏已经下映了。是宗教因素，在他们宗教里面，猪是非常非常脏的东西，比骂人家脏话还要严重。所以你骂人家脏话，人家还不会打你；你骂人家是猪，会打起来。台湾人都爱叫人家猪头嘛，还会拿来当爱称呢。猪啊！如果要嫁进伊斯兰教或是娶马来人，是不是要皈依伊斯兰教？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可以娶4个老婆了。是真的可以娶4个老婆？可以啊，很开心啊。无子转生。什么叫无子转生？无子转生它就是一个动漫，但我现在跟大家宣传，爱丽丝是我的。第4题，请问马来西亚第一次政党轮替发生在哪一年？答对。在选举前，你也有写一首歌，对不对？记得要把票投给我，交给我，交给我，马来西亚就交给我。收集大家各路的留言，然后变成两边互骂的一首歌，这样。这场选举终结了国民阵线60几年的统治，结果由马哈迪确认当选。马来西亚有什么改变吗？最大改变就是没有那么阿爸了，因为之前都是他们说了算嘛，就是他要干嘛就干嘛，要抓你就抓你。然后从他被轮替之后呢，他现在比较怕我们讲话他会听的。政党轮替是很好的事情。小花考你，台湾政党轮替第一次什么时候？我要想一下。好，这前剪掉。第一阶段结束了吗？结束，4比4平手。第二阶段困难题抢答制，答题前要喝掉真多。这里会有真多吗？我们找超久，帮手找到应该是
很聪明啊！请帮我们上真多。耶！真多是马来西亚的，像你们的刨冰这样，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有2个，一个就是那个绿色一条一条的，那个是拿斑斓叶一种叶子的汁来榨出来，变成类似你们的那个米苔巴这样子。第二重要就是那个黑黑的嘛，就是马六甲糖，我们叫黑糖，也叫椰糖，非常香的一个糖。所以一个真多的成败就看那个椰糖。好紧张哦。那你要不要先喝一口评断看看它是不是好的真多？差不多67.6分，还可以啊。在马来西亚一杯卖多少啊？15块。有这样贵？大概台币30块。那你知道台湾卖多少吗？你猜？全民估价网高一点，我130。盘子。第一题，请问这张照片阐述了什么历史？马来西亚日治时期要学日语。答对。哇，这个照片很珍贵哦。左上角有写啊，要学日本话。我看一下。在墨镜很他就叫大家一起来念书，然后穿他们的服装。你们的日治时期蛮短的，只有3年多。哇，你好厉害，就3年8个月，很短了。比较长的时期是英国。英国对200-300年。我跟你们说，我发现喝真多抢答会噎死，差点被粉条。对，所以你没有那么容易，你要这样。我刚看了我就不敢，我怕喝了白喝。我这个很珍贵啊。第二题。请问这张照片阐述了什么历史？要不要把墨镜拿下？哦，我知道了，新春。答对，华人新春。那时候是因为戒严吗？哇，你很厉害！这马来西亚历史上是反共产党，共产党在马来西亚是一个算是有一点邪教组织这样的存在，不能有任何共产主义，会被杀死，会被追杀，然后连那个共产党的主席都已经跑去泰国躲了。哦，陈平。对，哇，你知道？那你知道他死了不能回来的事情？骨灰偷渡回马来西亚。对，他连死了都不能回来下葬，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共产主义崛起，那他们就怀疑说华人有些是共产党，因为他没办法区分嘛，戒严的时候就把它分，华人全部把它关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边盖村，说方便管。出入都有时间限制，然后门口都会有军队在站哨。第三题，请问图片里的人是谁？就是国父啊，蒙古多拉曼。在他的任内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马来西亚成立，对不对？马来亚独立跟马来西亚成立，对，两个都是他。第四题，请问图片里的人是谁？喂，你会有？现任的最高元首，然后他的名字是阿布玛利。没有。不知道，我帮你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马来西亚有皇室，然后你们的皇室又很酷，就有9大家族嘛，很跟进击的巨人一样。是，马来西亚是有14个国家组成的，然后现在变13个国家嘛。这13个国家里面只有9个国家是国王制，所以这9个国王要怎样组成一个国家？那谁来当国王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规矩，5年轮一次。国王有什么特权吗？还是其实就负责签名跟拍照？如果每一任的首相我们投票出来的，你们通常就职大典就结束了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还要去叩见皇上的感觉，9个王一起跪。他才可以拿到任命你当首相的。第五题，请问这张照片阐述了什么历史？513事件。答对。513事件是马来西亚就是有一点像台湾的228事件这样，种族大屠杀，从一间戏院开始的一个故事。就看戏看到一半，突然间死了一堆人。这个事情呢，跟那个69事件是一样，是不能在媒体上讲。可是我可以讲，没关系啊，反正我都已经这样了嘛。其实就是这种政治利益啊，因为你们投给我就保护你们，种族来划分投票的这种东西。如果你听他这样讲演讲那么慷慨激昂，你就被他洗脑，就发生这种事情了。那从这件事情，马来西亚有改变什么吗？就是改变华人就更不敢讲话，然后大家都只会赚钱做生意，然后就默默的工作，然后到今天呢，华人一样没有权利。这几年有改变吗？好过以前不能讲啊。2008事件之后，大家比较敢讲。哇，好很多，因为我试了几次都没事，所以对，然后我就开始乱讲一下，我这样再乱讲，这样没事，这样。第6题，请问图片里的人是谁？哎呀，这个那么容易。蒙古女人阿布丹德巴。阿丹都雅。气死我了！
如果你们要选这个照片，你们应该选它超辣的，这样你后置可以加上去。你应该打那种，你说他当模特你要打关键字打 super sexy 阿坦图雅，你就会看到这个照片什么好看，穿一个 T 恤坐在那边。这够辣吗？够辣。不是，啊，是吗？对你去那边按进去，他是一个蒙古的名模，好不好？哦。这个新闻会闹那么大，也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照片，哇，那么正哦，死掉了，这样在深山中被炸弹炸死，被炸烂掉了。对，蒙古女篮阿丹杜雅3年前被枪杀，然后再被人用稀似炸药毁尸灭迹的案件呢，震惊国内外。这个事情有很多说法了，就很多故事，到现在还没有结案。就我的了解是，他好像是当时的副首相纳吉的情妇。这个是其中一个说法，因为他到现在都不承认，他说他不认识他嘛。What I have said today is what I told the police. That Datuk Najib had never met the deceased. How do I know? 有很多版本，然后参与到事件，很多人都不小心生病，不小心死掉了，还蛮可怜的。第7题，请问图片里的人是谁？华尔街之狼骗了很多马来西亚国库的钱。这个人跟台湾人有渊源哦，因为他追萧亚轩嘛。对，他也追萧亚轩哦。他跟他求婚。萧亚轩说：“我当他是弟弟。”他包下整个游艇跟他求婚，好不好？他女朋友很强，奥兰多布鲁的前妻，美国名媛，就是对 Paris Hilton 也是他的女朋友。到现在这个人都还找不到了，那听说他整容了，是不是也导致2018政党轮替啊？是，因为他们就说他跟首相马来西亚的前首相纳吉2个人掏空国库26亿美金嘛，现在全马来西亚最大的通缉犯就是他。第8题，请问这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哈，这是摇篮呢，这是我们以前旧时代了，或者是说乡下到现在还有人这样用。你有躺过吗？有啊，我小时候就在里面睡了，挂在天花板上，有些是还会做一个架来把你挂在那边，真的很爽。会不会有人坐在上面，然后突然掉下来？我小时候掉了很多次，全部人都睡这个长大的。第9题，请问这是什么？捞生。答对。马来西亚华人过年必吃的。是因为捞在广东话的意思是工作赚钱的意思哦，那赚钱是捞钱嘛，捞生就是这样捞高就是你赚了很多，就是捞得风生水起，有一些玩到整个桌子都是了。哦，我妈妈会很生气。其实就是沙西米加上一些彩色的一些饼干在那边捞这样子。好，接下来是影片题。好。第1题，请问这段影片阐述了什么历史？哇哦！我看一下。这个太容易了。马来西亚独立。答对。还没放。然后他们会一直喊独立。Merdeka! Merdeka! Merdeka! 这个地方呢，变成我们现在的观光景点，叫独立广场。哦。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草地啊。哦。你去那边干嘛？就晒太阳。那你最喜欢的马来西亚景点是哪里？肯定是吃饭的地方啊，因为马来西亚很热啊，最好是找一些冷气的地方吃一点东西就好了。第2题，请问影片里的人在庆祝什么？马来西亚成立。答对。1963跟1965，只要李光耀出现，就是这2个年份。再来是最后一题哦，请问影片里的人是？糟糕，他叫什么名字？我知道 S 开头。这我有拍过他的东西哦，我忘了他的名字。可以回答事迹。是马来西亚太空人呢？对。因为他长得帅，所以马来西亚人把他送上太空。不会开火箭，他什么都不会，他是长得帅。他刚刚唱什么歌了？Allahu Akbar walillahil hamd。他在念经。那他是不是同时也有在太空探讨宗教的奥义？他上去，他有几个任务了，他就是上去念经给大家看，说哦，马来西亚人在太空上面念经嘛。那第2个，他带马来西亚美食上去。然后第3个就自拍嘛，就拍一些照片回来，说哇，马来西亚有帅哥上太空了。那你们有因为这件事情感到很骄傲吗？还是就觉得这就是花大钱？那个时候国家就一直在打这个东西，好像广告这样。可是那些留言都是在骂的，就花了很多的很无辜的钱，就让他上去上面吃沙爹这样。那他有回来吗？他回来之后还出事什么事啊？就是他做那个有点偏离
原本的航道，派了很多飞机去救他。被救的时候还吃苹果。好，那就结束了，请报分，恭喜你成为我们世界史课本里面的马来西亚史。你觉得幸好没有落亏了。不会啦，你超级怕落亏。其实不管是电影《辣死你妈》，或是最近出的《你是猪》，然后还有你的一些歌，都跟马来西亚非常有关。你这次也带来了一张专辑，是亚洲系列的最后一张。早期听到我的那时候第一张叫《亚洲通气》，里面有一首歌叫《泰国情歌》嘛，这是第7张，就是融合亚洲的各种元素、特色文化。那这张主要是偏向致敬，向经典致敬，所以里面有像亚洲一些很杰出的艺人、歌手、演员，日本 AV 产业，就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啊，有空可以去听听看。这个实体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的口号从2020到一个马来西亚，你自己对马来西亚有什么期许跟愿景吗？投票就是大家就认真，大家好好去投，然后那个政府好好做这样。那我们也谢谢黄明志特地来录马来西亚史，谢谢你。谢谢后。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大家拜拜。所以你自己剪？我自己剪的。哇，那么厉害哇！对啊，我看每个泰国人就是回国的照片，旁边都有一颗苹果啊。我自己帮自己上特效，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都是苹果。到时候看后置你就知道了。辣死你了！辣好吃的辣，炸鸡好好吃哦。